竟敢逃离九幽，煽动穷奇一族擅闯神界，找死！孤军，恭迎师尊回归神界。恭迎上古神尊回归神界。千年不见，诸神可好？今日雪神行为英勇可嘉，只是本尊有一事不明：你本守在九幽，怎么会知道穷奇作乱的消息？回神尊，今日小殿下破结界而出，雪莹本想上前觐见，恰见一魔族鬼祟出了九幽结界，雪莹担心他心存歹心，便随其后，这才窥见了穷奇之祸。看来雪神流放了1000年，明白了许多道理。你今日的行为应该褒奖。雪莹不敢。1000年前我为情所困，犯下了重错，今日所为全都是为了赎罪。若神尊怜惜，请让雪莹重回神界，今后定不会再生事端。也罢，赏罚分明，方为神界正理。即日起，你便重掌4技，复之原职。多谢神尊。那日我在弑神花田中休息，突然被一群魔族偷袭，乌压压的剑雨朝我袭来，不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打斗中，一魔将趁我被魔气击飞，想要偷袭我，幸亏我眼疾手快，抓住了一根树枝。正当我稳定身形的时候呢，树枝断了。断了？嗯。有没有受伤？奇怪的是，我被一股莫名的神力接住了，
莫名的神力。不止如此，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上古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啊？那你觉得会是我们3人当中的谁呢？是你吧，白冰块？白泉，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脱险。是啊，上古，你和魔神在九幽外设的结界，纵使是我们3个也闯不进去啊。可我看到那个人的身影了。你看到白绝了？我不仅看到白绝了，还看到智阳、吴焕、古君、月迷。那想必是你对我们的思念之情吧？上古，这1000年在九幽，委屈你了。九幽虽苦，却实为我福地。若不是这1000年的苦修，怕是我的神力也难以大成。来，我们一起举杯，祝上古神力大成。怎么这些年没见，你的酒力大不如从前了？不胜酒力。冰块，你也真是扫兴，明知道上古快回来了，还把自己的元神弄伤。你把自己的元神弄伤了？无妨，修行太忙。上古，如今你已经练成了混沌神力，应尽快接管主神领域。你就是只在乎我能不能接管主神领域。白绝，你也太心急了，我们都等了万年了，不差这几日。上古，你就好好修养好了再说。是啊，冰块，你要是不胜酒力，就早点回去歇着。本殿知道，下界神力溃散，你们期待本君已久了。我亦怜悯众生，那就随了白绝真神的心意。半月之后，我就接管主神领域，让那日成为继往开来的一天。本尊还有事，告辞了。白绝，罢了，有他在也是冷着。还好我有2位兄长，今晚我们必须尽兴。尽兴，来，不醉不归。神尊，没事。还是咱们家无患铺的床最舒服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神女香，今夜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小殿下，您在九幽吃了那么多苦，可要好好休息几日，让吴焕好好服侍您。哪有你辛苦啊？这帮神仙惯会捧高踩低的。当年我走的仓促，你资历又尚浅，这些年你执掌朝圣殿，没少被为难吧？无论多辛苦，吴焕都不觉得委屈。如今小殿下神力大成，即将接掌神位，咱们朝圣殿终于要成为名正言顺的第一殿了。什么第一殿不第一殿的，那都是我以前的虚话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回来了，以后定会为你做主的。日后呢，你好好休息，潜心修炼。我瞧着你这神力啊，比目光和古君可是差上不少呢。殿下，可是觉得我神力低微，不配再给你掌管朝圣殿？傻瓜，你想什么呢？咱们神界一向以强者为尊，我瞧着近来进神的后生们，他们个个神力高强。你为我执掌朝圣殿，他们面上尊你，可是如果你的神力没有进步，长此以往，
只怕是不能服众。除了月明和古君，就你跟我最亲近了。我希望呢，就算你以后离开朝圣殿了，你也可以成为执掌一界的神君。无患糊涂，小殿下如此器重无患，无患定当不辜负神尊所望。也罢，你今天忙了一天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无患这心性啊，以后还有的是磨练。我可是想了你1000年，可你呢？无患呀，无患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主神千年未归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在这朝圣殿留一辈子不成？假的就是假的，一辈子都做不了真。可否帮我禀报师尊，雪鹰求见。白绝神尊早已不是你的师尊了。白绝神尊与我曾有师徒之谊，雪鹰重回神界，理应拜访。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夜已深，我家神尊早就休息了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红日，神尊，神尊，雪鹰见过神尊。多年未见，神尊风采依旧。你既有本事重回神界，理应办好差事，绝不可再生事端。今后不必再来，本尊亦不想再瞧见你。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，不能硬闯！神尊，你可知道我付出多少的努力才重回神界？神尊，为何你还是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！算了吧，神尊。不管你做多少，神尊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不是神尊心底的人，就别再做这些事了。你再这样，连我也看不起你。怎么样，星月女神可还满意？堂堂3界主神，竟亲自为我这小神君操办寿宴，这几万年没白活一场。这可是你的10万岁大寿，不大办一场，怕扫了你的兴。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过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这种大场面、大做派了？这不是为了给你长脸吗？真好看，又精进了。是啊。恭祝星月女神生辰快乐！
你们二人动作倒是不慢，这娃娃都要生出来了。当初若不是月迷神君替我二人求得恩典，我们二人也不能结为夫妻。多谢神君。你们二人情比金坚，我不过是成其好事罢了。今日是星月女神的大寿，大家不必拘谨，一定要尽情玩乐。我从九幽给你带了个生日礼物，等他们都走了，我再展示给你看。什么宝贝？我呀，准备了3天3夜呢。你的生辰礼物一定要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上古，多谢你为我操办寿宴，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什么？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吴焕，替主神和本君好好招呼客人。是，月迷伤神。走。好景色，不愧是神界第一桃源林。怎么，你要送我的礼物，就是这一方园林？若是呢？你送我的礼物，我自然非常欢喜，也十分喜欢。方才瞧见夜神和日神，倒让我想到当年普华在我这林子里办姻缘大会，仿佛还是昨日的事。没想到，这都过了1000年了，你可还记得？怎么突然想起姻缘大会了？是不是思君了？这普华去下界历劫去了，等他回来，我就让他帮你签个10段8段的姻缘。我这辈子，估计是等不到红鸾星动的那天了。你才活了几万年，神寿无边。你说这个太早了些。那你呢？你的情愿呢？历练了1000年，可还将那个冰块放在心上？在他心中，可能3界众生远大于个人情感吧。与其吊死在他那棵树上，我不如放眼这世间的俊俏郎君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不作真。这1000年来，我努力修炼，就是想要成为可以与他相配之人。但是我也不再想像以前一样，整日患得患失。上古，我拉你出来，是有一些话想说与你听。什么话让星月神君如此郑重？其实，你走这1000年，我很少在神界见到白绝，他只会出现在一些正经的场合，但每次见到他，总觉得他面色不好，像是身子虚弱。身子虚弱？你可还看到什么了？那倒没有，你也知道他的性子，向来不喜欢与人亲近，独来独往。我哪敢去打听啊？但是，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是有古怪。这1000年来，我耳边时常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总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予我力量。本源归一，合力破3清。我猜，是不是你们其中某一个人暗中来到九幽助我修行？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让你得以脱险。他若以元神离体，入九幽助我，神力本源损耗自是极大。难道？想什么呢？哎，上古。你入殿已有些时日，若是过了今日这道考题，我便正式教你法术和天地法则。真的吗？你想干什么？
你竟然对我用听心术，你无耻！嘴上恭敬，心里唾沫，便是有耻了吗？这是何物？风筝、拨浪鼓、走马灯，这是每个人儿时都玩的小玩意儿。哦对，还有群会毽子。对，本尊儿时可没有这么无聊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那风筝于你来说是个小玩意儿，于我来说不是。上官，这只风筝不是坏了吗？为什么又会有一只？小殿下，红日，快将这1000年来你家神尊发生的事情都细细讲给我听。好。上果，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。什么十分重要的事？收拾他，以及娶她。娶她？你的意思是你要娶白绝？一般娶媳妇是不是要聘礼啊？是。娶一个寻常的仙君，尚需3媒6聘。他堂堂真神，那要迎娶他入朝圣殿，自是要把天下的奇珍异宝都要放到他面前，否则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千年苦等啊？这离开神界1000年，性子倒是没变。吴焕，你怎么来了？上古呢？月迷上神，我家殿下几日之前便已下界。他叮嘱我一定要将这令语3日之后交与您。鬼点子倒是挺多的。神君，我家神尊可是有何事？无妨，你不用担心，你家殿下心眼多着呢，你替他好好看守朝圣殿吧。是不是无论我怎么做，都无法与你们比肩？白绝神尊，神尊，怎么了？今日我奉命下界巡查，没想到南海城中也有穷奇出现。我和他们交过手了，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现在正乱着呢。红日，去敲响神钟，召集众神。是。不，来不及了。上古他知道消息已经下界了，这样吧，我去召集众神，你快去帮他。行了，就你那点3脚猫的功夫，去了也是添乱，你就好好在长渊殿守着吧。啊，那我去混沌殿告诉至阳真神。哎，你就别去了，我去。区区几只穷奇，以小殿下如今的神力，一剑就秒神查了。亏我家神尊还做了10几万年的真神，
真是一点脑子都没长啊！奇怪，此处并无穷奇的气息，难道凶手已走？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。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啊！天界奇观，木雕文玩，过来瞧瞧啊！本店手艺超然，奔月的仙子，镇海的神龙是应有尽有。如果谁的木雕能够超过本店的手艺之一，本店愿以3倍的价格买断，绝不食言。仙子啊，你在咱们南海城已经喊了3日了，这城里的好东西都被你搜了走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位仙君，我这才赢了几件宝贝啊！这南海城是咱们仙界最有名的地界，我想这文物玩家们也不会不舍得几件木雕宝贝吧？好脆的嘴皮子！今日我带了家中祖传的木雕，家传可比得过你的？那可珍贵。这宝贝好啊，这手艺看起来是不错，果然不错。为何诓我下界？哎，白冰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月迷说的穷奇之乱是假的。穷奇之乱？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快当主神了吗？下界快活几天。你该不会也是找个借口下界游玩的吧？巧啊，咱俩在这种地界儿还能碰上，有缘分。不如一起游玩？胡闹！走。别动手。还不走？哎，你们到底认不认识啊？就是啊，认不认识啊？那各位仙君，1000年前我跟着他学艺，怎料对他动了真情，却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于是我就把一整颗心全都扑在了他身上，结果他碍于种种，果断地推开了我。我遍体鳞伤，决定忘记他，云游千年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如今他后悔了，跑来找我，对我百般纠缠。可是我又不知道我该不该原谅他，我该怎么做呢？仙子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别理他。对，别叫他。哎，可我看这位仙君对这位仙子还是有情有义的。我曾赌咒发誓，下了无数次狠心，决定不再与他和好。可是只要我一见到他，我心中的情愫就又被他勾了起来。这不，他喜欢木雕，我便想把这3件所有的文玩全都集起来送给他。你们说我怎么就被他吃得这么死的呀？还是他太过分了，好好的感情不懂得珍惜，就这么错过，也太可惜了吧？就是啊。在一起吧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没想到堂堂的白绝真神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。怎么样，被人误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这滋味如此的难受，还有人愿意忍受1000年？你说这个人他活不活该？本尊并没有无情的将你推开，更没有对你百般纠缠。这是我新看的画本，你难道对号入座了？这是东荒的浮雕，这是青丘的根雕。上果，你马上就要接掌主神之位了，不可再这般闲散。闲散？1000年前有个人比我还要闲散，他时常神出鬼没，不知去向何方。这没有别人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他只是不喜热闹罢了。不喜热闹，不善与人亲近。那主神以为，那人应该如何行事？本殿下以为嘛？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，抬头时也吻过的流星，长长身影，朦胧中依然清晰，寸一寸光阴，如此行事便可。一生一墨，总是心意。这麒麟像不像红日？像。不仅是这麒麟，这满屋子的根雕都送给你，你可愿成为本主神的人？你说什么？
我曾经以为，比起你对我的感情，你更重视的是我的主神之位，以及我能不能担任起3界的责任。似乎你陪伴我的每一天，都是为了让我继承主神令允。上古，比如说，你为我打开神脉，是为了让我增长实力。封印魔尊玄一的功劳也归功于我，帮我收服凤族，收下古君，也是为了平息神界对主神的质疑。甚至你让我去九幽历练1000年，也是为了让我境界再进，以应对3界混沌之力溃散的危机。上古，你身为混沌主神，继任神位是天责，一晚上任一日，下界便会多一日的危险。我知道3界众生是我的职责，可我怕当了主神之后，你更难以说出你对我的心意。你会认为主神的职责为先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其实我心里只想要你平安就好。谁要听这些？刚才那套动作都还记得吗？遇见你，前方北极，等下一世晨曦，重新再相遇，毫不犹豫，银河里陪你去远行，情一色更异，可期。今夜是七小节，外面应该挺热闹的，要不要出去逛逛？被人来回拨动心弦的滋味不好受吧？不过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从前你不是最爱吃桃花酿吗？我在九幽食惯了山泉素果，早就不喜这些甜腻腻的东西了。走吧，咱们去那边看看。可要给令妹买个最时兴的兔子灯。这位店家，你怎么做生意的？你应该说我2人极为登对，应该买一对鸳鸯灯才对。这位小仙子可莫要诓我了，我见过形形色色的仙人，2位这一看就不像是一对儿。怎么就不是一对了？离得这么远，可不像是一对登对的仙侣。我全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你喜欢哪个？本尊不喜这些。你不喜这些，那么你一定喜这个。这风筝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猜？这又是做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啊？仙族男女将自己心爱之人的名字写在花灯上，然后把花灯放到水里，然后诚心的向我们这些神明祈祷，给他们一世情缘，他们便能如愿。可普花还在轮回道里，写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再乱说，我就把你风筝扔水里了。这风筝怎么到你手里的？何止是风筝，不知道是谁把我心爱的玩具啊、写的书笺啊，全都藏在自己的书房里，而且一藏就是1000年。你说这人为什么如此保存我的东西，还视若珍宝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，1000年前就想说了，在桃源林、瞭望山，我就想说了。白泉，谁坏了本殿下的好事？小神参见小殿下。不知小殿下与白绝真神降临下界，有失远迎，接驾来迟。小神乃似水之身。我没找你出来啊。
适才小神收到了小殿下的花灯，灯上面不是还写着那个住口！一定是我写的太快没写清。这暗夜无光的，你也没看清对吧？水神要说什么？灯上要写着什么？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还安排了好多好多好玩的。穷奇，穷奇来了！真有穷奇祸乱。看来妖界大荒的封印已经破碎，穷奇才会三番四次的出来作祟。目光和古君刚从大荒回来，怎么会又出变故？一切要等查明真相，自然清楚。你速去神界禀报至阳神尊，告诉他我与白绝在此镇压穷奇之乱，请天启和至阳神尊去查看妖界的封印，看看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。哦，是。你的身体尚未恢复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碍事，我们必须要将那穷奇困杀于此。若放走意志，仙界必有大灾。天界自然的混沌气息已然稀薄，不适于动用神力。若此时你我出手，这地方会变成废墟。那怎么办？记不记得我在瞭望山教你的剑招？你是说以古地剑的剑力？对，古地剑，乃天地四大神器，再加上你的本源助力，想必古地剑上的混沌气息，足以诛杀穷奇。好。穷奇出现在下界，千真万确，小神亲眼所见。如今仙界南海城已是乱作一团，若非上古真神和白绝真神就在那处，怕是定会酿成大祸。白绝和上古一起去了仙族。天启，上古真神命小神速速回到神界，禀告诸位神尊，请神尊务必彻查穷奇之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别愁没口脸了，这穷奇虽是上古凶兽，但是有上古和白绝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恐怕此事没有这么简单。你别忘了，上次穷奇来侵犯神界，全当是魔族作祟，可如今穷奇出现在下界，那一定是妖界出了问题。行了，本尊去看一看不就知道了？妖界本就是本尊的地界，若有谁敢在本尊头上作乱，本尊定会要他好看。我渡些神力给你。不必了，只是点旧伤，回神界几日便好。你这点神力，留着接掌主神令语吧。如今仙界有异动，我们得赶快回到神界。你还以为我像千年前那般不中用吗？今天这一架真刀真枪打得真是痛快，比咱们在瞭望山时还要有默契。如今主神神力大涨，的确有三界之主的威风了。穷奇一族一直生活在被祖神封印的妖界大荒里，之前被魔族率领来到神界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不想今天又突破结界来到了此处。想必至阳和天启已经去妖界查探了，不必担心。我们先回到神界。上古，明日你便要接掌主神令语，到时候神界诸神和下界巨擘都会前来观礼，继承之礼会比较复杂。放心，前几日我便记熟了古礼，一定不会出岔子的。好，
还有，主神令语蕴含着天地法则和混沌之力，你接掌之时一定要当心。我体内的混沌之力已与天地法则相融，主神令语伤不到我的。那就好。白绝真神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顺利的接掌主神之位，继承神界。我知道，我就是嘱咐2句。要是喜欢你的女君在此，看见现在堂堂的白绝真神变成了一个碎嘴老太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芳心另许啊？他们怎么想与我何干啊？我回去休息了，去吧。哦。等等，待你接掌了主神令语，可否与我去桃园里一聚？我有一桩心事，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想在那儿告诉你。真神之约，上古定会复原。神尊，您真的要……不用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可咱们可以告诉至阳神尊和白绝神尊啊。至阳和白绝，他们的天命是造福众生，上古和亿万生灵，你觉得他们会站在哪一边？什么？血神刚利用完本君，便想翻脸不认人了吗？血神不必惊慌，如今你也快堕魔，算起来，你我可算同族。一派胡言！我乃血神，怎会是你魔族？是与不是，血神有的是时间去想，但是别忘了。你答应过我的事情，明日接掌大典，你便是魔尊之影，我们已帮你重返神界，这点小小的要求，不过分吧？不坏，长老。多年未见长老，长老身体可好？一切尚好。长老请进。好。无患。如今无患可是风光了，和千年前在族中是完全不一样了。哼，小人得志罢了。待凤凰涅槃归来，朝圣殿中哪里还有他的位置？是啊。无患，跟我更衣。无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见时候不早了，到处寻你寻不到，便来店里找你。无患说你不肯起，让我来唤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应该起来梳洗，去界门迎接下界前来观礼的诸神。我是主神，接他们做甚？你去，你带我去。
就算殿下不去剑门迎接，你也该起身了。一会儿咱们朝圣殿的人都要下去乾坤台准备接掌仪式。殿下，殿里何人伺候您起床啊？我在九幽都学会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再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那你可快点起身，顶多就1炷香的时间，晚了可不成了。睡过头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要当主神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继承之日如此荒唐呢？我就是小气了一下而已。是，主神日理万机，理应小气片刻。你刚才说你到处找我，做什么？知天锦，我寻了几匹来给你做衣袍，等你成为主神后就能用上了。只有它才能配得上混沌主神。不周山天女万年才能织出一匹知天锦，你从哪儿寻的？听说整个神界还没有一件衣服是知天锦做的呢。早些年，我便知道总有一日你会继承主神之位，便为你备上了。早些年啊？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个小姑娘写的手札。有一个小姑娘天生神脉不通，但她心里比谁都想认真修行。她没有施恩众生的神力，却悄悄记下了这世间所有苦难的地方。她还在没有混沌之神能力的时候，便有了造福苍生的心。一路走来，她将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面。但我看到她的伤情和努力，她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相信，她一定能成为造福苍生万年的混沌主神。也是这一天，我等了足足1000年。你换衣服吧，我陪你去乾坤台。见过子涵神君。子涵神君怎么今日来了隐阁？可是天启神尊又需要什么天材地宝修炼神器了？你倒是机灵，不错。神尊新得了一方黑曜石，打算锻一柄神剑，所以特着我来取些天圣草。子涵神君，至阳真神的手令你忘了给我们啊？对。想必是方才来得太匆忙，落在了太初殿。这样，等一下我再给你们送过来。这可不行！要入隐阁，必须得持至阳真神的手令才行。隐阁内有太多的天地奇珍和至邪之物，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好，那我这就回殿给你们取来。有劳神君。
君。四季之神，携风雨雷电四方法神，恭贺主神继任混沌神位。星宿之神，恭贺主神继任混沌神位。恭贺主神继任混沌神位。愿主神与天同寿，则披三界。愿主神与天同寿，则披三界。众卿免礼。谢主神。多谢三位兄长万年教导之恩，上古铭记于心。天时已到，请出应声石。请混沌主神打开应声石，接掌主神令语。天启，天启，天启，你要干什么？天启，本尊不惧万年即被你毁于一旦。天启，此处不是你能玩笑之地，快将主神令语还我！你别过来啊！若是我不还呢？天启，今日不许胡闹！凭什么生来主神令语便是他的？本尊难道就没有资格执掌神界？天启，主神令语乃神界印玺，只有混沌主神才能拥有。你抢夺令语，这可是大罪。那又如何？你也说了，主神令语乃是神界印玺，如今这令语已是本尊的囊中之物。假以时日，本尊便是这神界最强大的神，也会成为这神界最名正言顺的主神。天启，你们驻守乾坤台，我去将他追回。禀报真神，子寒神君闯入隐阁，杀了首个神将，现在朝坊进门而去。传我命令，敲响混沌钟，绝不能让主神令语离开神界。是。白君，你率领神将
一定要将子涵捉拿归案。你今日太过分了，你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让开，我不想与你动手。我自然也不想与你动手，可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必须要给诸神一个交代。交代？你可知我落入他们手中，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7万年前他们是如何对待玄一的，你不会不清楚。可你不是玄一，在他们眼中，不忠于神界的真神就是第2个玄一。上古，若你还顾念昔日的情谊，便放我离开。我向你保证，主神令与我只是暂借，但事情了结，我一定会归还。天启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不能同我们说说吗？我这麻烦比天还大。下界有难，尚可求神拜佛，而真神有难，又该如何呢？你且让我想想。来不及了，上古。难道你真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诸神问责，落到万劫不复的下场吗？子涵，影阁中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真的杀了首阁神将？什么？首阁神将死了？我没有。那就好，你没有弑神，快跟我回去，把影阁中的事情交代清楚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子涵，天启已判出神界，你若继续作乱，只会害了他。白绝真神，我家神尊将重任托付给我，我不能回去。得罪了。紫月杯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子涵，你进山路妖族作乱，你疯了不成？天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你若真心想帮他，就跟我回去。白绝真神，子涵没得选择，日后你自会明白的。蠢货！本尊让你好好盯着神界，让上古顺利继承神位，你竟让天启坏了本尊的好事。母尊息怒，是属下失察，眼下如何收场？光死了一个上古，还剩下3个人要对付，一样很麻烦。可如果天启判出神界，我们正好趁此机会，让诸神内斗，方有好转。是。天启，你胆敢破坏神界的规矩，你必将死于众神之手。天启神尊竟然公然抢夺主神之位，如此猖狂，还请神尊降下神谕，严惩天启。这样，神尊，天启怎么可能判出神界？他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吗？平日你让他处理正事，他都会推脱，怎么可能图谋主神之位？上古和白绝已去捉拿，我相信他们逃不出神界。3殿会审尚未出结果，隐阁之事也未查明真相，尚不能轻易定天启之罪。至阳神尊是想包庇太初殿吗？雪神，休得妄言。至阳神尊，雪莹只是担心神界，若非天启授意子涵判出神界，他又为何会犯下弑神之罪呢？是啊，至阳神尊，子涵弑神之事人证尚在，若您不早做决断，只怕7万年前的灾难将再现于世啊！天启神尊为神界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功劳。如果他不是遇到了极难之事，一定不会走到这一步的。纵使你们不信他，我信。
诸神不护他，我护。都住口！混沌殿上休得胡言。风神，你的意思，莫不是让我处死天启？下神不敢。你们的担心我都知道，本尊绝不相信天启会如同当年的玄烨一般，神罚降下之前，他依然是太初殿的主人，神界的真神。本神会和2位真神查明真相，给诸神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是。快去禀报真神，天启逃出神界了。白绝，你怎会伤得如此严重？方才在剑门为了抵挡紫月鞭，使出了本源之力，一时间伤了元神旧伤，看来短时间内不能再使用本源之力了。天启逃出神界了，是你放了他？是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，诸神不会再敬你，哪怕他让你拿回主神令域，也未必能掌管神界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和智阳替了他的神骨，把他囚禁九幽。我和智阳绝不会这么做。可他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白绝，万年前我降生在乾坤台，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天启。他和月迷日日陪伴我，照拂我长大。他是我最亲的兄长，也是我在3界最信任的人。圣谷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天启要干什么，只有他留在神界，我们才能救他。我只知道，如果他想当主神的话，那么这万年来他有无数个机会可以杀掉我，可以叛逃，唯独他不该选今天呀。是啊，我知道。天启性子顽劣，主神之位哪怕是送给他，他也不会要。今日之举，神尊，肯定另有隐情。小殿下，神尊这是怎么了？他元神损伤极重，必须要以凤族的梧桐树心与混沌本源入药，方能治他的伤。我一会儿就去凤族，你一定要守好长渊殿，待我回来之前，不得有任何人入内。是，小殿下。红日，快将这1000年来你家神尊发生的事情，都细细讲给我听。只要他平安，别说是万载寿日，就算是10万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原来你在九幽，为了保护我，才会伤得如此之重。你一直在陪伴我，你这一身的伤病皆因我而来，而我却在这1000年来患得患失，胡思乱想。你明明也对我有情，为何不肯早些告诉我？等你醒了，我们不要再错过了，好不好？你这无耻魔族！我已带你看了接掌大典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像雪神这样的大美人，怎么却如此不懂风雅？本君与雪神已同为魔族，雪神如此吵闹，莫不是希望整个神界都发现你堕魔？放肆！明明是你们，若不是你们在九幽对本君做了什么，本君又怎么会沾染魔气？
可惜啊，纵使如今你已重返神界，却依然无法得到白绝真神。纵使琼浆玉石，又如何呢？只要雪神乖乖同本君合作，雪神想要之事，魔尊一定能帮你达成。无患。不知雪神突然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请问雪神有何吩咐？你倒是对他忠心耿耿，到底是个下界来的，蠢得可爱。听说他回了神界，便让你去昆仑山修炼。他可知你打理真神殿宇所费心血何其繁复，既要顾及主神的尊贵，又要平衡与诸殿诸神的关系，这可比修炼还要难上100倍啊！雪神特意来朝圣殿，难道是来关心无患的吗？无患，我是想说，我明白你，主神高居上位，自有大事要处理。轻飘飘的一句辛苦，就把你扔在朝圣殿不管，他可知你出掌朝圣殿的艰辛？他关心过你，知道你为他做的事情吗？小神无空，恕不奉陪。按日子来算，凤凰的元神马上就要涅槃重生了。到那时，上古还会留你这个杂毛凤凰在身边吗？没有了朝圣殿的庇佑，你会比1000年前活得更惨。小殿下不会如此待我，你需要在这挑拨离间。不过同是可怜人，提醒你一句罢了。你可知上古要去凤族了？孰真孰假，你回去一问便知。无患之事，不劳雪神费心。上古，月迷，上古，真的是你放走天启的吗？此事是我一人所为，只是眼下我有要事要处理，待我回来，我自会向诸神解释。都这个节骨眼了，你还要去何处？什么？他怎么会元神重伤，还昏迷不醒？我在九幽数次受难，都是他的元神之力帮我解围。这个白绝，没想到比你当年还要情深。可是神界现在局面如此紧张，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白绝受伤，否则神界更会人人自危的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他一直隐瞒。眼下4大真神正备受质疑，所以一点偏差都不能有。幸好凤族的梧桐树心能治他的伤，我现在就去取。在此之前，我希望你可以留在朝圣殿，帮无患主持大局。我怕他受欺辱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看守朝圣殿，不会让诸神去为难无患的。如今妖族行事不明，此去凤族你一定要小心。哦，还有一件事情我早要提醒你，听说凤燕就要涅槃重生了，你这次去凤族，不如一起把她带回来。凤凰的元神是假的，即使再过1000年，也不会涅槃。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？我知道你心疼无患，可是如今神界局面混乱，以他的身份，难以和雪莹及诸神抗衡。让他继续看守朝圣殿，对他没有一点好处的。而且这些年，我瞧着他的秉性，乖戾张扬，还需要再磨练磨练。而且凤族又是神兽众族之首，有凤凰辅佐你朝圣殿的权威才会稳若磐石。我明白，月迷，待我回来，咱们再商榷此事。要。
凤凰，玉霓。我早就说过了，不要让小殿下去追天启。这二人指不定是何样的关系呢。果然，就让这叛神如此轻松地逃出了神界。我听说妖界四周已经布满了结界，而且妖族已经举族反叛了。这什么地方？你们如此不成体统，反了不成？雨迷，虽然你是星宿神手，但这里是混沌殿，还轮不到你来向我们发号施令。殿下去哪儿了？天启从殿下手中逃脱，殿下为何不给个交代？见过神尊。依你所言，是本尊让上古前去捉拿天启的，莫非本尊也是放走天启的人？下神不敢。上古今日下界去寻找天启的踪迹，不在朝圣殿中。你们若敢在此胡闹，休怪本尊不客气。雪鹰以为神尊此举并不妥当，天启一事事关重大，当断不断，必生大乱。放肆！神界的主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了？雪鹰不敢，雪鹰所言句句都是为了神界。主神上想，顾惜和天启真神的情分，不想严惩太初殿，我等也能体恤。只是神尊和白绝神尊皆都经历过7万年前魔神的叛乱，难道想要这场毁天灭地的灾难再一次重演在神界吗？届时神界何安，苍生何安？血神所言极是，还请神尊以天下苍生为重啊！请神尊以天下苍生为重。那么血神觉得该如何处置天启？依神力，除神位，降神罚，替神蛊，囚于九幽，永不得出九幽炼狱。诸神且放心，7万年前的祸乱绝不会重新上演。天启之难殃及神界，之阳愿以身相担。至阳神尊一向公正，既然神尊有言，那么我等便等殿下回来，再另行定夺此事。我好不容易才从凤族来到神界，谁也不能让我回去，谁也不能。五欢，方才外面乱成那样，你怎么不出去替神尊挡一挡？本就是小殿下放走了天启神尊，我怕诸神刁难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，反倒让诸神看出端倪来。就算他们刁难，也有师尊护着你我，你怕什么？殿下是主神，就算他犯错，也无人敢审判他。但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不过是神界的一介末流。若诸神怪罪下来，我们怕是抵挡不了。师尊待你我向来亲厚，又更是信任我们。若真出了事，师尊定会护我们周全。你要相信他。我自然相信小殿下。只是方才那场面，我实在是慌了神。也不能怪你，不过如今危机四伏，我们定要为师尊守好朝圣殿。殿下，这就是梧桐树林的树心。多谢长老。此树心坚硬无比，唯有辅以无花果酒，再与混沌之火炼化，方能产生疗效。
长老，那树冠中可是凤燕的元神？正是。按时日推算，再过数月，凤凰便会重生。虽然主神大量，不计较我凤族神兽的出身，但凤凰涅槃之后，便该前往神界，成为您的神兽。长老，我想要无患一直跟随我。这个殿下，这无患到底只是五彩凤凰，神力有限，恐怕将来难成大器。我知他修炼天分并不高，可是既然我选择了他，我就愿意等他。我身为这神界的主神，若是今日因为他的灵力低微而弃他选择凤凰，那么来日若出比凤凰更强之人，我该作何抉择？殿下说的是，好吧，只盼他能潜心修炼，为我凤族争一口气。多谢长老成全。那凤燕重生之后，他就让他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地长大吧。